大家好，我是扣肉。有很多朋友私信过来说，在家里面总是做不好这一道菜式。今天详细的教程来了，选用的是五花肉2斤，肥瘦相间，层次分明的梅菜半斤。首先是用清水冲洗它表面的盐渍，梅菜干是用盐渍腌制的，也是方便它保存的一种方法。在冲洗的时候，把梅片的叶子剥开，更容易的方便清洗。再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，让里面的盐分渗透出来。下一步，把买回来的猪肉清洗干净，放到锅中煮制，同时加入姜葱料酒，使用盐20克作为底味。水开后改为小火慢煮40分钟。让猪皮熟透变软，在炸制的时候才能起颗粒爆花。现在把浸泡好的梅菜捞起来，挤干水分，切成丝，再把它横过来切碎，这样梅菜的香味更容易的释放出来。今天的这种烹饪方法纯属是家庭式的制作方式。现在准备的是配料：蒜米3个，干葱头1个和少许的生姜，可以放在一起，把它切碎。下一步来调一个酱汁，南乳20克，腐乳10克，生抽10克，蚝油15克，盐、白糖各5克。调好后把它搅拌均匀。最后再加入五香粉3克，料酒20克，一个简单又美味的扣肉汁就调好了。一会还要把它放到锅里面煮一遍，它的香味会更浓郁。接下来是把切好的梅菜干放到锅中炒干水分。之前有很多朋友总是这样反映，在家里面做的扣肉总是不满意，到底是炉灶影响了火候，还是酱汁调的不对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步骤对了，火候和油温都可以调控了。梅菜炒干水分后，先把它盛出来。今天我用的同样是家庭式的小煤气灶。煮制的时间已到，把它捞起来进行擦蒸。猪皮已经是煮得很柔软，擦蒸后再用少许的白醋清洗一下表面的油渍，然后再用30克的食用盐均匀的在猪皮的面上涂抹，让盐粉充分的渗透到猪皮里面。下一步开始炸制，当油温升至150度的时候，把猪肉放入。在炸制的过程要注意，用个锅盖把它盖住，那是预防锅中的热油溅飞到身上。在锅中炸制3分钟的时候，再把它反过另一面，继续的炸制，目的是把猪肉里面的油脂炸出一部分。炸制的时间同样是3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把它返回另一面，继续炸制。油温也不需要再升高，保持在150度左右就可以。现在炸制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了，反过来看一下，猪皮的表面已经是变得很硬，还冒出了不少的颗粒小泡泡。现在可以把它捞起来了，炸制的时间全程为13分钟。捞出后再把它放回到刚才煮猪肉的盐汤里面浸泡40分钟。浸泡的时间已到，现在把它捞起来，看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温沙的效果。现在的猪皮已经是变得很松软，好像是膨胀起来的一样。扣肉切的要大块一点，在使用的时候让它吃出一种流油的感觉，那是搭配米饭的神器。接下来开始表演了，热锅后加入食用油，把备好的料头放到锅中煸炒出香味，然后再把提前调好的酱汁放到锅中一起煮制，让所有的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。料汁经过炒之后都会有一定的粘稠，这时候给它加入50克煮猪肉时的盐汤汁，再加入适量的老抽调制它的颜色，就把它盛出，倒进切好的扣肉里面。到了这一步，所有的工序已经是完成了80%，用个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料汁沾在猪肉的上面。接着把扣肉整齐的摆放到一个盘子里面，猪皮朝下。扣肉摆好后，再铺上备好的梅菜，剩余的汤汁同样是把它淋上去。最后的一步是把它放到蒸笼里面，盖回盖子，大火蒸至1个小时。算起来，所有的工序环节真的是不少。
好了，蒸鸡的时间已到，先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再把里面的汤汁裹出，接着是用个扣碗把它反扣过来，所以要把里面的汤汁提前把它倒出。家庭式的梅菜扣肉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再把刚才裹出来的原汤汁淋上去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喜欢的可以收藏或者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分享。